如果你们有 follow 我，就知道我10多年前有一辆可丽莎 orange 色的。今天这一辆可丽莎，它同样是 auto， 但是它是1.3啦。你们不喜欢 turbo， 讲 turbo 会吃黑油，会烧黑油。也许这一辆你可以参考看看，1.3 NA Auto 可丽莎。欢迎大家收看今天 Q 世界，我是 Hiwei。这一个是一个后期的，它的这个前面的这个 grill 啊是不一样啦。我以前的呢是前期的 signal 灯呢你看后期的它是比较长的。所有的 list 改装 list 我就 list 在前面这一边先，你们可以 pause 来看看。其实外观没有什么可以讲啦，它就是碰上这个 Apple Green， 这个让我想起轩昂轩昂以前在色邦我们有驾过它的车都是这个颜色，好认。给后期的它的这个 antenna 它是在中间的，早期的还是在旁边这一边。所以我以前我很记得，我有时候进car park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 antenna 从里面开窗下来，从这边缩回去要用的时候再把这个 antenna 拉出来。这个车况其实还保养得蛮好的，这些胶条看过去应该是刚刚换了不久啦。因为可丽莎这个胶条它久了它就会开掉啦，这个要注意一下。然后我看到这些也是换过了，因为可丽莎的呢它是比较细的啦。车主喷漆了，可能一次过就换掉这一些东西，所以看过去 fit 的。走到来旁边有一个细节，只有可丽莎的车主才知道的，就是你看到这个 signal 灯它扁扁的，这个如果是可丽莎的，它就是稍微比较圆凸出来一点哇，这个 rim 果然还是很新的感觉，摸上去好像有打蜡过。车主蛮照顾车的啦因为黑色的 rim 最难照顾，它肮脏，它就看得很明显。这个看过去就还蛮干净的啦。其实换了这个 rim， 我觉得它这边就变很空气是这个 display 不能。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换15寸的话 ，display 一定要盖到完啦。165/1015它没有写什么 absorber 啦 ，OK。但是我这样子看的确是可以调高低。等下看一下它上面有没有好转 damper 就知道了啦。开门这一个它有换 chrome 的了，就是所谓 Gino 的啦，它是整个是 chrome 的，所以不是那种说逼的买了盖上去。这个是 fiber 的 ，OK， 它一敲起就知道了啦，它不是那种 PP 还是 plastic 的啦，这个是 fiber 的其实碰上气了它只能耐个几年啦，我不懂为什么，我看了很多辆都是这样子，但是有些人出的 fiber 就不会这样。你们跟我讲为什么？后面真的是保持非常原装可丽莎，它连这个 skirt 都没有加，百改降为先。一滴遮三丑，一滴遮三丑，那个是改版了，应该是100遮三丑吗？每次我讲错。这个它是日本 Gino 版本的，它不是可丽莎。可丽莎的车尾灯它这个地方你看到吗？这个细节它是有一个 reflector 圆跟这个形状一样的在这边，这个就没有，这个是平的。可丽莎咖喱 OK， 里面我们从 dashboard 开始讲啦。dashboard 它上面有改了这些 Mohawk 的 speaker。dashboard 我是觉得它是用回原装可丽莎的啦，感觉上就没有什么分别。如果有的话，你们跟我讲。不过它这个 aircon 的 pedal 它是换过了的，因为可丽莎的
aircon pedal 不是这样的颜色，然后这个它没有红色的，它只有冷到不冷，它不会有这个红色在这个地方啦。它的 meter 呢，就是换上了这个搭配它 K3 VE2。Yeah，K3 VE2 就是它的代号。可丽莎的这个 meter 是接不到我们前面那一颗 engine 的，可能会不准啊，还是怎样啦，会看不到东西的。但是我相信有人可以接到，因为有很多人会 wiring 的嘛。如果你要简单 ，engine 买到来 ，meter 一起放进来车里面 ，ultra speed meter。这个东西是可以记0式的时间的，然后车主他跟我讲说他要装这个是为了 speed cut， 非常 old school 的。现在你根本找不到有一个东西是装在车给你测0式，给你看 speed， 还给你看 trip 的。这个就是它的唱机啦，Android Player。是可以连接起我的手机，有 Apple CarPlay。这个是它的杯架哇塞，这个杯架还好诶。以前我的这个杯架这个东西落出来跌出来这个还保留得很好。所以你看以前的这个设计语言呢，它的杯架跟唱机是放在下面，其实蛮不方便的啦。但是以前这个车刚出的时候是2000年，2000年是没有什么这种 double din 的这种唱机的啦。我在驾车的时候，我连接去 Apple CarPlay， 我看地图我要往下看，我感觉上这个已经是换上了，就是engine 的啦，就是 K3 VE2 的这个，还是已经是 Gino 的。因为原装可丽莎它这个是跟这个的颜色一样，然后它的这个 gear knob 它 design 不是这样子的。以前可丽莎的年代是用 Nokia 3310的嘛，其实这边是一个耳机的，可以拉出来 ，OK， 然后你就放耳机在这边挂着一个的，然后 Nokia 3310是放在这个地方 ，OK。Aircon 不容易有一个架子啦，放在这个地方，然后这边有一条电线插在你 Nokia 3310的下面 ，hands free。所以这辆可丽莎是以前的高配版我姐姐以前2000年啦她买了我在接手嘛，那时候我们以前那一代的嘞，那个耳机是在这个地方的。你们知道的就知道了哈，所以耳机这样子拉过来 ，Hello， 做么小？这个门板已经不是可丽莎的了，可丽莎的嘞，它的这个门板它是没有 chrome 的，这些是没有的，这个是 Gino 的啦，然后它这个布料这个就好像我们这个脚下面的 carpet 有没有 ？OK。可丽莎的是布的啦，整个是布的，没有这样子像卡贝这样子的。如果你买 Gino 的这个门板，后面是电动窗，可丽莎在马来西亚是后面都是手动的窗口啦，但是你注意看这个地方，它就只有前面两边，前面两边。能够开窗的啦。哎呦，果然它后面窗口是不能上下的啦。如果能够的话，前面那一个驾驶座位那边是能够 control 后面的。这个椅子比较好坐啦，它的布料不同，然后可能也比较软啦。你看到吗？它的 design 就是一格一格的，有一点点掺杂那种以前英式那种设计吧。以前后面必须要用锁匙开，或者在里面中间那边拉下就可以开后面啦。放上这个板之后，它的空间就只有这么小。如果你注意我的阿夏这边它是做到伸进去，变成我们放行李箱都可以。就算你把这个板拿掉了，它也是放不到大的行李箱。可丽莎的车尾箱就真的是很小啦。以前的design你看
spare 胎压放1556513，是蛮大条的轮胎了啊，你知道吗？它中间跟后面啊都是有消音，可能它也许要拿来 daily drive 啦。因为如果你改到潮，车子又慢慢很尴尬一下啦。科丽莎哦，它这个前面啊是偏低的，你有发现到吧？然后它的这个大镜的角度是比较斜的，它没有到很 aerodynamic 啦。我喜欢 1.3 K3V12 K3V12 跟 K3V1 就所谓 1.3 myV 的 engine 啊，其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K3V1 on paper 没有记错是110还是120匹，然后 K3V12 它的 compression 比较高一点，没有错是11 compression， 然后可以 on paper 到140匹啦。当然车主有改 exhaust 前面到后面，然后所有东西都很小很可爱，但是换上了这个 1.3 的 engine 啊，其实你讲引擎是会很挤嘛？我觉得刚刚好啦。然后车主也蛮照顾车子的，你看 engine bay 这边是干干净净的，它的这个 suspension 的上面是没有好调 damper 的，所以只是 high low 罢了。然后还有加了这个引擎拉杆，基本上就是这样啦。Intake 这个还是原装 plastic， 科丽莎以前它原装来哦，它是没有这个隔热的啦，不像我的阿夏还有嘞隔音棉，其实这个车真的是跟我以前差不多一样，除了 engine 之外，车主也是喷漆换了 rim， 没有加任何的 body kit， 前面旁边都没有啊，它多为一个后面的 spoiler 啦。科丽莎啊，很好驾的车 ，Let's go。科丽莎真的，它的大镜哦，它那个角度啊，因为它够直嘛，所以变成说我们的那个视野很大。以前呢，我就会喜欢贴顶灯，贴上面一条黑色，现在我就不喜欢了，因为上面一条黑色，感觉它遮住我们的视野了，就整个视觉就小掉，所以现在我就不这样子粘了。这个真的是我10多年前会做的东西。1300cc 哦 ，on paper 140啦。科丽莎Veyroncon 也是有，但是 Veyroncon 它因为它的是手牙啦跟我的历史就没有关联到，没有关系到。这个是我当车主1PM 我的时候看，auto 哦，哇 auto 也许可以拍一下。这个只是 auto 而已，稍微比较跳一点，科丽莎嘛，而且它也不是原装了。Brake 讲真的，就以这个马力来讲，我是觉得还蛮足够啦。只是说科丽莎这个20多年前的产物哦，它是没有 ABS 的所以你自己驾车要阿嘎一点，不可以加太快。它也没有什么 VSC 防滑系统通通都没有OK， 它的它2号牙就稍微有力一点。你们肯定会问，1000cc 弄去1300cc 是可以的吗？答案是可以的。
啊，这辆车是合法、合情、合理，可以在路上开的。然后 Rodex 也是还着1300cc 的，Tadi pandu laju sangat je tau. Mana pergi? 它没有 Sport Mode， 没有 Sport Mode， 所以只能够自己阿嘎阿嘎的踩啦，就是用这个排挡杆去拉低 4、3还有2，其实蛮好开的。讲真的，如果能够接到可丽莎YRV 然后 Auto 的，我再拍给你们看它的差别在哪里啦。真的是第一次开可丽莎 K3V2，很容易拿捏那个距离，好像路上有什么蚂蚁呀、有什么 robot 啊、什么垃圾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它就感觉车很低哦，不懂为什么，就是那个，我觉得这是大镜那边的 magic。如果大镜斜的话，你就看不到了。然后车顶你看空间也很高咯。现在你看塞车，我们要窜来窜去，可丽莎也是相当的方便，根本都不需要考虑哦，车没有办法这边穿过啊，这样子啊。它的 response 其实也蛮好的，我稍微踩大油一点，它就跟我跳去2号牙，然后它2号牙就比较有力，可能是 gear ratio 的关系啦。OK， 好吧，我觉得这一集的 QCCS 带你们看一下可丽莎哦，其实不要整天看 Turbo 啦。如果你们担心 Turbo 会带来麻烦，你们怕照顾 Turbo，OK， 没有什么budget换 Fully Synthetic 的黑油，也许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改装的方案啦。它的改装方案非常的简单，只是稍微换一些Gino 的一些套件。OK， 椅子换Gino的 ，engine 呢就换上这 1300cc K3V2，普通开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好好开，那个5、6年肯定没有问题。就不是所有人都 control 得到的 ，OK。我是 He Wei Zeng， 下一集再见。